大家好，欢迎来到 Echo Chinese Club。今天我们请到了我的英语小组的组长，噔噔噔噔。你好，Hi 对 Echo。，Hello，组长。那为什么叫组长呢？我要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我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在家，大家都知道疫情嘛，所以就工作也不是很多，然后每天就觉得有点无所事事，所以就想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英语，因为我也生活在菲律宾，自己学习好像觉得太无聊，然后也很容易就放弃。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中国的一个就是学习英语的 APP 叫做扇贝，我就在上面发现了，诶，这里有一个小组，所以我就想加入一下试试，然后就加入了这个群组。加入扇贝小组以后呢，我们后面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最重要的也是影响了这个 Echo Chinese Club，就是因为有了扇贝小组，所以才有了今天的 Echo Chinese Club。就我们在小组里面做了一个英语朗读挑战活动，一开始我们是好像我记得是4个星期还是3个星期来着，反正一开始我们的任务量也不是很多，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活动，包括现在昨天晚上我还打了卡，就是朗读一下我的英语，然后发到群里去。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组，才让我们现在有了中文朗读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了很多的订阅，我们也有了很多的一些进步和成长。我就想再回到我当时英语小组的那个组里面，想跟我的这个前辈啊，我的英语小组的组长来讨论一下我们在语言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想讨论一下最近很火的一些 ChatGPT 会不会取代老师啊这样的一些话题，还有语言学习朗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现在我们来请组长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好的，你们好，可以叫我 Iris。我和 Echo 一样，我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然后我在国内读完了本科、研究生以后，我就到北京的一所大学去当英文老师。然后做了几年英文老师以后呢，那时候就说，我想再到国外去学习，然后一方面是继续提高一下我的英文，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的研究生呢，第一个研究生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我没有怎么专门学过是教育，英文教育。当时我就觉得想当好一位英文老师，不但是要英文好，那我也得掌握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方法和这个技巧，所以就这样子呢，我就申请了那个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然后就这样我就去到了澳大利亚。然后在那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我读完了，拿到了我的那个教育学的那个master degree 以后呢，我又因为家庭的关系，我就来到了香港，然后在香港大学继续读博士，教育博士。所以在香港大学读完了教育博士以后，我就在香港的一所高校里面任教，所以就是现在已经也在香港做了差不多10年的英文老师了。我觉得我是有对这个教育的，我喜欢教书，对，就说可以说有 passion，我喜欢嗯。教书，喜欢教育，然后呢，我觉得这份职业也挺适合我的性格的爱好的，对。然后说起来，为什么当初想成立这个扇贝小组呢？是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一方面你作为老师，一方面我本人也是一个英语学习爱好者，我也喜欢英文。然后我嗯。总觉得英语这个事情，其实你是要一辈子打磨的。包括我自己的中文，我也觉得我的中文不够好，我也觉得中文需要终身学习。就是语言这个东西，它是和文化紧密相关的，我觉得它是学无止境的。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个爱好也好，或者当成一个职业也好，这个是学无止境的，就是你要一辈子不停不停的学。那当然，对于英文来说是我的外语，我们是差不多到了初中，就是1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文的。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是在努力想达到，接近 native speaker 的那种水平，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难，因为你也过了那个年龄期限。根据我们二语习得的那个规律，然后我也不是一个语言天才，所以呢，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瓶颈期。但就是一辈子的话，我就作为我的职业好，我是英文老师，我想给到学生更好的语言输入。那对我自己来说，我热爱英语文化，我喜欢学这门语言，所以我也想
不停的来就是提高学习，但是自己坚持就很难坚持。然后当时也嗯，是扇贝英语这个，我也是发现就是哎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学习语言的一个 app，然后我当时也就加入了。加入以后，我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给那个小组起名字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个文化名人叫胡适，然后他是对，民国时对，然后嗯，当时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贴合我当时学习的心情，因为有时候学习你会很着急，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学了那么半天，我还是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呢？但是我们中国俗话说，一口气吃不了胖子嘛，就心急对，吃不了豆腐，心嗯，急吃不了热豆腐，然后你一口气吃不了一个胖子，就得一步一步的来。那当时就是胡适有一句话叫做“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他的意思原话就是说，那个知识太丰富了，太这个太多了，我们根本学不完。但是的话呢，面对那么多浩瀚的知识的时候，你不要觉得非常的心慌或者很焦虑，与其焦虑心慌，你就不如去慢慢的学，能学到多少就有多少。所以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觉得这个就很能够给到我安慰，和鼓励，让我不要那么焦虑，让我就是哪怕每天我只能够学习5个新单词，或者我每天只念了2分钟的那个英文朗读，但是我觉得我就进了一寸，就这样子。对，所以就当时成立这个小组，就是想督促我自己，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女儿，还有正好当时我身边有一些想学英文的好朋友、邻居，然后就成立一个这个小组，组里面最先开始就有10多20个人，但是大家一起用这个方法，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学习目标，有些人想用它来督促自己每天背单词，有些人想用它来练习那个英文阅读，有些人想用来练听力和口语，就每个人在里面每天打卡。所以一开始只是怀着一个热情，还有对教育的这种喜爱，然后还有自己对语言这种热爱来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小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组长，你有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小组变现啊，或者什么？因为现在其实在社会上有很多的声音，包括为什么今天我想来跟你做采访，就是我成立了我的中文朗读小组之后，就很多声音，很多人跟我说：“哎呀，你要变现，你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你要收费，你不能免费告诉他们这个，你不能免费和他们坚持打卡。”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我就是想创建一个大家可以学习的环境。然后我觉得我好像虽然我是给了一点什么东西，但是我不觉得那些好像就特别重要，我给了之后我就损失了，所以我就想建立一个不收费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因为那样声音越来越多，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动摇，是平常人嘛，所以也是想跟组长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过这样想变现的想法，或者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然后你是怎么考虑的呢？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呢，我没有想过，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这个小组，我觉得应该有至少4年多了吧，我都不嗯嗯。记得了，可能有4年多了，因为太久了，我已我都经忘了。加入了，就感觉就快1年多了。我自己打卡好像已经有2000多天了，具体2000多少天我忘了，所以应该有4、5年了，可能都，我都没有算，没有仔细算。嗯嗯，然后但是因为就是我知道，因为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平台，比如说哔哩哔哩啊、抖音啊，各种人在上面分享。我觉得就是有人把它用来变现这件事情没有错，因为就是它本来是一个知识，然后这个人他花了时间，然后他很精心的备课，如果他输出的东西其实得到大家的承认，如果别人愿意给他付这个钱，那是我觉得是 OK 的，没问题的。但是就是个人，就是我自己没有想过把它变现，是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东西。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它想成是做成一个变现的，我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我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有一个学习小组。后来慢慢的有陌生人参加进来，我也很欢迎。我觉得，哎，通过这种方式，你看我又认识了你，我觉得这是多么嗯。奇妙的缘分，就很开心，就认识一些各种爱学习的各种的。大家有相同的爱好的朋友，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 learning community。
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上面没有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我不像其他很精心的准备那种课程的那些 UP 主，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认真的备课，然后把它系统性的做东西，那我觉得他收费是完全没问题。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作为一个 self study 的一个就自学的一个这么一个工具，然后正好有志同道合的人愿意来参加，那我们就一起相当于一个学习小组，所以我就没想过。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其实刚刚开始头一两年的时候，我的付出更大，因为那时候热情更高，就是会上嗯面我会 offer，就是有一些完全不认识的陌生的朋友，一些加入我们小组的组员，他们比如说他们会写小短文，大概200字，然后我会帮他们改。就是他们会发在我们小组的那个 forum 上面，那个论坛上面，然后我就会很认真的像批改学生的作文的一样跟他改，然后我会跟他说你这个是哪方面的问题，然后要怎么怎么样。那个东西坚持了大概还是有一段时间，几个月吧，可能有。然后也有其他的人，就是如果上面只要任何人他问一个语法问题，我也好，还有我们小组里面也有其他的一些英文很好的人，也有大学的英文老师，那热心人他们看见了，他们也会主动的回答，然后也有热心人在上面，我们的那个论坛小组里面，他们会定期的，就是发一些和英文学习相关的一些帖子呀什么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学习小组，就是 learning community，我觉得那样很好。然后当时有熟人问我，就说：“哎呀，说就是你说，哎呀，王翔说你做这些事情，你都不收费的吗？就这就是你花那么多时间，你花那么多精力，你做这件事，你图什么呀？”我当时会觉得我没有图什么，就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每天可能花了半个小时或者10多分钟、半个小时，我上地铁的时候，我帮他们改作文，然后我觉得我能够帮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很开心，我也觉得就挺开心，所以我没有想那么多。那也可能因为我现在有自己的主业嘛，我自己的那个主持，然后这个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所以没有。但是如果说以后我这个作为我的主业，我要靠它来嗯养活自己和家人，那肯定是另外的一回事情了。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愉快，别人也愉快，就是挺嗯。好的。所以嗯。就是在心态上，只要是感觉自己对得起自己，自己有收获，这样就可以了，就不用听太多外面的声音。对，我觉得有些人他会说：“哦，你好傻呀，你为什么不把它变现？”我不希望我自己被这种声音主导。对，嗯我就觉得，我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我现在不需要这样做，而我又有余力来给到别人一些我能给的帮助，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对，如果有一天我需要靠它来 make a living，来养嗯。活自己，那又是另外的做法。嗯。嗯，好的，谢谢组长。我应该跟组长说的第二种情况差不多，就是大概要用这个来养活自己的，但这个算是我提供的帮助的一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起我的那些付费的帮助，就是上课呀，其他的一些，这个我的付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对我来说也是差不多就是顺手。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建立起这样一个和谐的社区的话，就大家真的是一门心思想提高中文，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满足、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好的，是的，是的。但是说到我们这个小组的这个朗读的活动，从中文的学习角度来说，很多学生他们会特别关注中文的语法、词汇怎么怎么样。然后英文我自己的学习经验也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专门抽出时间要朗读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也是进入这个扇贝小组之后，我们才慢慢启发沟通，有了这样的一个活动。你觉得朗读对语言学习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我凭我自己的这个直觉和本能，还有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朗读对口语是肯定对语言学习是肯定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其实我也查找过一些我想找一些学术文章，然后想找证明这个，但是好像就我所看到的学术文章呢，专门研究朗读的这一块呢不是很多。然后好像我模糊记得之前看过的，他说其实他对提高那个口语的，比如说准确度啊，
好像说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就是可查的这种学术上的这种证据，但是它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它还是应该能够正音，就是它对发音、语音、对语调，还有对那个可能流畅度会有帮助。但是这个是研究，那研究我自己也会做一些研究，我就会知道，比如说，所有的研究其实都是有限制的，就所有的研究它都是以小样来做一个概率的来个推论，它不可能是做一个说哦，我这个结论是完全是正确的，它不可能这么嗯，说的。所以呢，它只是一个概率问题，还有就是比如它会受到它的那个sample size，就是那个嗯，就是他做那个研究的那个人有多少啊，参加者啊对，之类的，然后就很难。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这个体会来说，我一直在练习，然后因为有时候很累，然后其实读的就比较敷衍，但是我觉得我每天再敷衍，哪怕我就读2分钟，但是那么坚持下来1年多的话呢，我觉得首先其实你一直在保持这种朗读的话，特别是我觉得不能光这么朗读，朗读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跟着比较好的呃，就是原来的那个语言，比如说如果我是学中文，那我就跟着你学你的领录的视频，我要确定这是一个发音很好的一个 native speaker，或者是接近母语的水平的一个人，我要首先确定这个，那我要模仿你。那我模仿你以后呢，最好的话是把自己说的录下来，然后你可以回听自己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光是自己盲目的读，那我觉得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好的你喜欢的这个内容也好，还有这个人的发音方式你喜欢，然后你跟着他模仿，你模仿了以后，然后你把自己的录音录下来，然后你可以对比你和他的。或者你就自己听自己的，这个长期以往的话，我觉得这个对纠正发音、语音、语调是绝对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会喜欢一段文字反复的读。我现在差不多是读，一个文字读一个星期吧，差不多2分钟一段的文字。但是如果说更进一步的话，我觉得如果想对口语有更大的帮助的话，如果朗读完了以后，能够大致的在口头复述一遍这个文字，不一定是要背，但是的话，就是说因为你读完了，你比较熟悉了，你就用自己的语言来总结一段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会对口语会有更大的提高。不光是就是对你，比如说你的用词啊，你的用句啊，你的呃，你会因为在朗读过程中，你肯定会遇到一些新的表达法的，但是你嗯。一直在朗读这个过程，其实你通过记忆也好，你通过这个肌肉记忆也好，其实你就会对这个语言产生更多的语感。所以我觉得，朗读、大声朗读、坚持朗读，是非常好。一个是我是很推荐坚持朗读，对学习语言的帮助大；一个是我之前自己试过的，就是写英文日记。我在高中的时候到大学的时候写日记，大概坚持了3、4年的时间，就是写日记。我觉得写日记和朗读这2件事情对学习外语来说，对我帮助很大。那这个写日记的这个方法，我们也要推广给大家。这个写中文日记也是很有帮助。其实就是要做一个朗读的话，我的理解就是在模仿，所以是一个输入的一个过程。然后刚才像说的这个复述这段文字的内容，或者是写日记啊，是一个输出的一个内容。所以如果输入和输出能够结合起来的话，肯定这个学习的效果会事半功倍。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朗读的作用啊，还有这个和大家一起朗读、建立小组啊等等这些，其实 AI 或者是有一个软件什么的，就包括扇贝，这些都能完成。所以我就想讨论接下来这个话题，你觉得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信息还有各种科技发展的这么迅速，像我们语言老师，我们和 AI 或者和这种人工的软件等等相比，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我们能带给学生的是什么？我最近也在开始学习用 ChatGPT 来嗯。帮我备课呀什么之类的，找灵感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非常好用的一个教学工具，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非常有用。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ChatGPT 或者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像
人机完全自然对话的这个，可能我现在我掌握的很有限，我没找到一个就完全像真人一样，它可以像我们两个现在这样聊天嗯对话的一个工具。然后，但是我相信，哪怕现在没有，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可能几年以后也会有。对，所以未来的话呢，可能是会有这样的语言老师的。当然，我觉得那个 ChatGPT AI 它的好处非常之多。那比如说它的好处的话，那首先第一个随叫随到，对吧？你不嗯用怕打扰他，你随时想和他聊都可以和他聊。然后第二点的话，随着这个科技发展以后，它肯定能够，你想，比如说你想要伦敦音，你想要纽约音，你想要曼哈顿口音，那你都可以要什么样的口音都可以。那你可以和他就是来学习，那他的发音可能和就是非常的好这点，然后并且的话，AI 老师他的知识肯定非常渊博，可能渊博过很多人工的老师。你想和他聊天文地理，什么都可以，这点我觉得都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就是人工老师有什么优势呢？我也现在还在慢慢想。但是就目前来说，我觉得当然就是这个互动性肯定还是要比机器的要好很多，并且就是始终有一点就是它会有感情在里面，有 emotion 在里面，这个我觉得还是更有温度吧。并且作为老师来说的话，我不知道机器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但是我还是感觉可能做到这个，怎么说呢？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可能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像我们这种人的老师，比机器 AI 应该还是要做得好一点。我想现在嗯哼。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3、5年以后，但是，嗯、对，我觉得未来可能人们用 AI 会用的越来越多。嗯嗯，这个我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因为我有的时候要上课嘛，然后就会有学生说：“老师，你觉得你会不会被取代？”所以我就一直想找出我不会被取代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到现在我有看过一篇文章，它就是说，这个你学语言的本质，你到底是要练习呢，还是说你是要和人沟通？如果你是要嗯和人沟通的话，那这个老师是不可以取代的，因为老师是那个人，你通过和他交流，你了解他的思想，了解他的想法，了解他的观点，这是我们最开始学习语言的一个目的，对吧？我们想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想了解这个世界。那如果你是和一个数据和一个系统在对话的话，那还是更多的像是一个知识搜索，一个知识索取，但没有一个交流沟通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嗯。观点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能说服我的，让我稍微安心一点。我觉得对对对，我是能提供这一方面的优势，好像 AI 暂时还不可以。如果以后我们把 AI 老师或者这种仿生人真的定义成另一种物种，然后我们也想知道他们的想法那样的，那可能就是另一种说法了。非常好，谢谢你也启发我。但是我就是想说，学语言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想把语言作为一个工具来学，你想多掌握一些词汇量，你想掌握一些地道的表达，那可能 AI 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是想通过和另外一个人交往，了解他的思想，那我们现在说，那 AI 有思想吗？不管它再发达，它再精密，它有它自己的喜怒哀乐吗？那但是人，如果你是想把语言作为一个和人交流，你还可以看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细小的、微小的 body language，他的身体语言，那这些东西是人和人交往，是人和机器交往，应该还是做不到的。嗯。嗯，对，是的。好的，那我们既然就说到这个语言老师了嘛，那老师组长，你觉得，怎么样的老师算是一个好老师呢？一个好老师的表现是什么？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大的。嗯，什么是一个好老师？挺难的。我们中国，我们传统的，我们最有名的老师是孔夫子老师啊。对，孔子老师，嗯，对，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以前说的因材施教嘛。那后面韩愈又是我们中国的另外一个，我们中学的时候都背过他的《劝学说》是吧？然对，后那个授业解道，那个什么传道传业传道授业，授业解惑。其实对他给老师我们发的。我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啊，我感觉我们中国的这些老师，比较出名的这些老师，不管是孔夫子啊，还是其他的这些老子、庄子等等之类的，就是他们在传授的好像不是一个知识，好像不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是什么，他们更多的好像是在说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怎么培养一个内在的人这样的。但是现在的话，老师教给你多少知识呀，或者是以后考学、就业、找工作等等，好像大家都是在围绕钱或者知识本身的这个有多少东西来讨论，就是很少再听到有讨论内在的或者怎么培养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声音了。那我觉得，作为不管是中外还是古今，我觉得真的，如果是你要做一个教育者的来说，还是应该是以培育人为主。这个肯定是。那如果说，其实就回到刚才 AI 和人工老师，就是这种人老师的区别了。如果是说只是就只是说你想解答他的问题，你教他一些技巧的话，那我觉得 AI 就足够了。那对，人的老师和他相比起来，我们的不同就在于，我们还可以照顾到学生的心灵。比嗯，如说刚才你讲的，我突然又想到，那 AI 他不会给学生分享，他说，哎呀，我昨天发生了一个什么小故事呀，他没有人生经验啊，是吧？对，他没有他的教训啊。但是我老师，我可以告诉你说，哎呀，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有一样你的困惑，或者说我上个星期我去哪里玩，我看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哎呀，那件事情对我很有触动，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是人和人的交往才有的东西，但是人和机器是没有的。但是这些东西点点滴滴，我们说润物，我就是那个春风叫做什么化雨，话语，然后润物细无声这样子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是教育者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就对，是但是就作为一个人的教育来说，你在和学生日常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学生是感觉得到的，就是你的一言一行、你的行为举止就透露出来了你的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其实对学生就是会有影响的。那如果你能够对他的良好的全人发展、他的身心发展有帮助，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老师。就好老师教书不仅仅是只是在他的专业知识掌握的多好，他讲的很清楚，我觉得那个是教学基本功咯，就是基嗯本功。你嗯，要知道你教的东西，你能够把它解释的比较清楚，然后你要耐心，能够用合适的方法帮学生了解它，这是作为一个老师这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我觉得是应该超过这个东西的。然对。后他应该能够影响到学生的一些性格呀，他的心的方面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更高要求，我觉得那个就要求老师自己的修养更高了。那个也是我奋斗的目标，就是像学习语言一样，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做老师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说有时候我也没想着说我要刻意的去怎么样去学做一个好老师，我就想说我就做好一个人吧。那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教育者，不论你是不是老师，因为你的一言一行，你都在影响你身边的环境和身边的人。也许你的影响是好的，也许你的影响是坏的，但是你都在影响着周围的人。那这样子就是，我就尽量说，那我就尽量做一个好，就是我心目中我想做的一个，呃，就是就是修行，就是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吧。我相信，我嗯。觉得我自己做好我自己的时候，那我给我学生看到的，我就是个好老师；我给我孩子看到的，我就是个好父母。跟我的同事的，那我就是一个好同事，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人，我做我自己，做好就行了。嗯。嗯，我特别赞同组长的这些观点，而你也是一个好组长，因为你给我们展现这种阳光积极的方面，我也确实受到了很多的感染，包括我们现在成立这个朗读会，还有今天来找你做这个访谈，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对，就是现在我们的网络这么发达，所以我们其实对别人的影响更多了，你甚至能影响到很多你不认识的人，所以还是尽量给别人带来积极的影响。对吧？嗯，对，我觉得你就是
也是很阳光、很积极向上的一个人。然后我有时候看你的那个分享，你在朋友圈里的分享，我都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太可爱的女孩了。我经常用你来跟我女儿做榜样，我希望她也能够长大成为像你这么一个非常阳光、开朗、积极，然后能够自己活得很好，然后又帮助别人，不那么焦虑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得。嗯。谢谢组长，谢谢组长，谢谢你的这些话，我一定会努力做得更好，然后争取能够给别人带来更多好的影响。我们好，互对，相影响。嗯，好，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先讨论到这里。好的，好的，谢谢组长。谢谢，下次再聊，嗯，拜拜拜。拜。